今天台股做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，开盘重跌，然后盘中强拉将近1000点翻红，接着在收盘前又把涨幅全部吐回去。从最低到最高，震荡幅度是1750点，史上第5大的单日震荡。那不是一个正常的市场，那是一个正在跟自己打架的市场。今天最有意思的是那个对比，隔夜微软的财报刚好回答了引爆这整场崩盘的那2个问题，美国的晶片股大涨超过 5%， 但台股没有跟上。所以今天我们看3件事，实际发生了什么，为什么好消息没有把台股拉起来，还有市场到底还在等什么。照惯例，这是新闻分析，不是投资建议。我们把今天走一遍。开盘就下杀超过600点，然后一路滑到最低的 39,404 点，深深的掉进 39,000 点区间。然后情势翻转了，买盘大举进场，指数强拉将近1000点翻红，最高摸到 41,155 点。有那么一瞬间，看起来像是底部到了，但它没有守住，涨幅在下午一路融化，指数最后收在 39,933 点，下跌大约105点，还是站不回4万点。这是连续第3天下跌。周二重挫2030点，是史上第3大，周三收在 4039 点，又写下史上第7大跌点，而今天是这场剧烈的震荡。一个在一天之内震荡1750点的市场，是在告诉你一件很具体的事，买方跟卖方对东西到底值多少有非常大的分歧，而且还没有任何一方赢。接下来是本来应该是大好消息的那一段。回想一下这场崩盘是怎么开始的，2个害怕。第一，人工智慧的支出已经失控了。第二，那些支出正在把自由现金流吃光。隔夜，微软把2题都答了。关于支出，他把下一个财年的资本支出指引定在1750亿美元，这其实比市场原本预期的1900亿还要低。这个巨人展现了纪律。关于现金流，他维持正的。微软传达的讯息是，它盖出来的人工智慧产能一交付就能变现，换句话说，那些支出正在变成营收，而不只是变成水泥。而且成长数字也撑得起来， Azure 年增 43%， 是2022年初以来最快，年营收也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。它的股价在盘后大涨超过 8%。 对整个人工智慧的投资主题来说，这几乎是完美的答案，支出有纪律，而且需求是真的。所以美国的反应完全符合预期，费城半导体指数大涨超过 5%， 晶片股整个回神。台股有努力，盘中那1000点的急拉，就是台股在试着跟上。但到了收盘，它把所有涨幅都吐回去，最后小跌作收。为什么会有这个落差？因为台股要处理的不只是信心的问题，它同时还在处理杠杆的问题，而这2件事需要的时间完全不一样。有一个数字可以看出来，融资余额在3天内大约减少了700亿。那些就是用借来的钱买股票的人被迫卖出的部位。而强迫卖压不会理会好消息。如果你的部位正在被断头，你就是得卖在反弹里，这正好解释了为什么一个1000点的反弹会变成一个收黑的日子。今天很多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，国安基金呢？连续2天重挫，指数跌破4万点，它为什么还不进场？官方的回答其实蛮清楚的。国安基金的主委说明，进场需要特定的条件，要有重大事件导致投资人信心崩溃，市场失序。而他们现在的判读是，这还不算。台股跟国际股市高度联动，国际弱的时候台股也会弱，有涨有跌，是正常的。你可以同意或不同意，但这个逻辑是一致的。今天盘中那1000点的反弹，本身就是市场还有功能的证据。买盘有出现，那不是失序。
实务上的重点是，不要把国安基金当成一个你可以指望的地板。子弹确实在5000亿的额度，上一次护盘还赚了99亿，但他现在是在观察，不是在买。所以来回答标题那个问题，市场到底在等什么？他不是在等好消息，好消息昨天晚上已经到了。他在等的是一件更简单、更机械的事，等那些非卖不可的人卖完。融资追缴不会跟你谈条件，在那些部位被清掉之前，每一次反弹都会被拿来卖。好消息是，这个过程有一个看得见的终点。融资余额3天已经降了大约700亿，当这个数字不再往下掉，机械性的卖压就结束了。而在这一切底下，需求的故事还是没有坏掉。Azure 才刚加速到 43% 的成长，台积电的工厂是满的，而且才刚上修全年展望。所以诚实的画面是，一个真实的产业循环正在经历一场很暴力的金融面清理。过程很痛，很吵，但清理会有结束的一天，而一个坏掉的生意不会。接下来盯4件事。第一，融资余额。只要它还在降，强迫卖压就还在。等它打平，最大的那个机械性压力来源就消失了。第二，其他云端巨头会不会跟进微软？如果亚马逊、谷歌、Meta 也交出有纪律的支出，加上正的现金流，那整个人工智慧在烧钱的恐惧就失去了地基。第三，台股能不能带量站回4万点？今天它摸到41155就守不住，一个站得住的反弹，后面要有成交量，不能只是一次快速的轧空。第四，外资。他们的卖超是这一整周最稳定的压力来源。他们的净卖超明显收敛的那一天，才是气氛真正改变的一天。盯好这4个，今天那1750点的震荡就没那么可怕了，因为你量的是清理的进度，而不是在猜指数。总结今天，台股震荡1750点，反弹将近1000点，最后还是收在4万点以下。微软给了市场他想要的答案，美国晶片股大涨超过 5%， 但台股跟不上，因为它还在清理杠杆。好消息会把价格推上去，强迫卖压会把它压回来。盯融资余额，盯资本支出指引，盯成交量，而不是盯每天那根 K 棒。以上是新闻分析，不是投资建议，我们下次见。